Hello， 大家好，这是我第一次跟大家以视频的方式见面。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来自启灵文化工作室的灵性疗愈师，你们可以叫我戴斯姐姐。我从事的主要就是关于帮助大家疗愈以及灵性成长的相关工作。我也致力于把灵性用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里面。如果你是对灵性有兴趣的小伙伴，你可以试着跟我进行互动和链接。如果你是可以看到气场的小伙伴们，那你不妨参与进来，试着感受我的磁场能量吧。大家应该对灵性两个字是不陌生的，但很少有人真的可以理解灵性，包括我在内，其实也需要在灵性中不断的成长跟学习着。灵性确实是一个比较深的哲学话题，但是我也希望用我的方式尽量通俗易懂的讲解给大家听。其实灵性是一种我们与生俱来的能力，就像我们有了手我们就可以写字，我们有了脚我们就可以走路一样，它一直都存在着，只是我们不知道该怎么运用它。所以简单的来说，我的日常工作也是在帮助学员们训练以及开发并且找到属于他们的灵性能力。在我没有做视频以前，我经常会听到很多的博主说过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制作视频不易，记得点赞、关注跟分享，并且支持我们做出更好的视频。我那个时候听到的时候，我并不能感同身受，但是如今当我自己开始录制视频以后，我发现大家确实太不容易了。好了，我们言归正传，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看到我身后的背景，它会和我今天讲的主题有关系。我带大家身临其境的感受，所以我特意选的这家非常具有古朴特色的纹身店。那我们今天就来讨论一下日常这种常见的艺术形式纹身。其实纹身里面有非常多跟灵性相关的内容以及禁忌，我希望和大家分享一些真实的案例，让大家可以认清楚随意纹身可能产生的一些严重的问题以及后果。众所周知，纹身就是一门人体艺术，我们把喜欢的图案通过纹身的方式让它成为我们身体的一个部分，并且成为我们的个性标签。当颜料渗透进我们的皮肤里面，血液中的灵性细胞就会与之融合，并且产生出特殊的能量，而不同的图案也会产生出不同的效果。这些能量会跟随着我们的意念，并且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未来的生活以及命运。你可能会觉得真的有这么夸张吗？它只是一个小小的图案而已，它除了装饰美观还有艺术感或者信仰成分，到底还有什么可以影响着我们呢？如果你这么想，那作为灵性导师的我可以很负责地告诉你，请不要小看纹身，里面的知识并不是你想的这么简单的。我想来讲一个发生在我周围的故事。我的朋友就是一位纹身师，我身上的很多纹身图案就是他的杰作，比如我的左右手手心。当然我这不是行为艺术，请大家不要效仿我，它们有很特殊的含义，以后我有机会会单独跟你们讲讲它的来历。言归正传，那他在学纹身的期间，他让自己的老师在给自己的手臂上纹了一个日本神话传说里面的般若。这里就不分享跟般若有关的传说，如果知道的小伙伴们请打在字幕区。那一次也是我第一次知道这种传说，还被人纹在身上当成艺术，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么胆小的一个人竟然敢纹这么可怕的东西。我忍不住问他，你到底怎么做到的？他摇了摇头，并且给了我一个非常不屑的眼神。他把手递给我，说，我真的不信，要么你来试试看。那当年我也刚开始掌握一些能量沟通的技巧，所以我充满了无畏的心。那个时候的我什么都想尝试一下，所以当我在一顿操作过后，虽然那段时间并没有发生什么，但是之后当我们各自回家以后，事情就发生了转变。万万没有想到，在当天的晚上就出现了一些症状。大概在凌晨4、5点的样子，我进入了半睡半醒的状态。我的梦里突然出现了一个披头散发并且遮着脸的女人，她身穿着白色的连衣裙，样子看起来可怕极了，非常像电视里面走出来的贞子。她此时就站在我住的3楼门口，她还举着拳头非常大力的不停地敲击着我的门。当然我事后知道她并没有恶意，纯属是想来当面感谢一下我。但是我当时的状态确实有被她惊吓到。
这个时候，我房间的空调又突然非常巧合的卡壳了，它会发出突突突、隆隆隆的那种声音，感觉随时都要爆炸了一样。我本能的就被惊醒了，我赶紧起来关掉了空调。我在回想梦里诡异的内容的时候，我本能的察觉到这肯定跟白天的般若有关。我马上给朋友发信息，我想提醒他这件事情。没有想到他刚好在这个时候醒来了，并且他看到了我的信息之后，果断的告诉我，我真的好害怕，我想要睡觉。大概过了半个小时左右，他突然给我发信息了，他让我马上去找到他。他说我现在发生了很可怕的事情。在我听完他的描述之后，我发现确实有非常多的诡异出现，因为他在跟我描述有塑料袋摩擦的声音，他还有细细碎碎类似那种走路磨地板的声音，他真的被吓坏了。他从此以后就退隐纹身界，然后从事别的工作。真的还行，再干一次就对了。别这么说，这可不吉利呀。当然这是开玩笑的。那我们大家一定要对纹身有所敬意，因为从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原来利用纹身的图案能量加上我的能力激发，就可以发挥出纹身的特别效果。其实除了人物的纹身题材以外，我们常见的符号，类似宗教符号、类似道教符号，都是非常热门的题材。比如像我们生活中非常常见十字架的纹身符号，这个就是西方非常常见的宗教符号。虽然戴斯姐姐知道有些符号对人类来说可能是有特殊的含义跟热爱，但是某一种信仰程度也会带领你走到一个坏的循环里面，因为会有人为了盲目的跟风去纹身。所以对整个宗教而言，符号不仅仅是代表着他们的体系跟他们的力量来源，也代表着他们的信仰。但是对我们个人而言，当你将这个纹身放到身上以后，它带来的力量是完全不一样的。在基督教的故事里面，伟大的耶稣被钉在了十字架上。在古代，十字架是一种审判罪犯、终结结果出现的一个特殊的符号，它意味着此时会有罪恶出现，所以需要它用来终结以及审判罪恶。基督徒把十字架当成一个绳子，在代替人类受苦的标志。当你看到这个十字架的纹身纹在这个手上的时候，就是非常典型的这个案例。但是比较幸运的是呢，它并没有被激活，我感觉不到它的任何能量流动。激活就好像类似打开了其他空间的一把钥匙，一个普通的图案是没有被激活，是不会产生任何的后果以及力量的。但是一旦图案被打开，那么随着图案所带来的含义，就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比如它有可能会让你的身体、事业等各方面受到波动。我们每个人都有适合自己的特别的图案，但是纹在哪里、纹什么，必须得根据你的情况来设定。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可以一起来探讨。那么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吧，谢谢你们的关注。